我奶前两天不知道在哪个床底下翻出个电饼铛，让我在家试试能不能摊煎饼果子，说摊好了以后这饼铛就写我名了。但这玩意儿我也不会做呀，我就上大街上找一个小摊儿，我就站那看。我是不知道眼前那个大娘是我看了她有点紧张，还是因为疫情在家跟老头打仗，狠心出来创业了。就那1个小时，她摊坏了7张，完大街上也没有野狗，她就都给我吃了。后来我俩对视了一下子，能感觉到我们彼此都觉得对方是一张有身份的牌。就他看我可能像个城管，但我看他绝壁是卧底。后来我看也学不着啥，那吃饱了我就回来了。我奶不愿意吃脆煎饼，我就掺着白面，这饼底一定要多刷点酱，这玩意儿他妈齁死才好吃呢。纯甜面酱比较咸，可以兑点蒜蓉辣酱和雪碧，再放上果子薄脆和小狗肠。哎呦我绝世香香了。完这不在家做吗？就想起高调，还约2条不挑食的朋友，这都跟大娘学的。做失败了就近找嘴往里塞。先做的是煎牛果，刷点黑胡椒酱，再放上薄脆，这味儿太稳了。强烈建议米其林大厨多学一学天津拜拜。还做了煎饼肘子，我寻原汤化原食，把肘子汤勾点厚芡，黏黏糊糊就当酱使了。这大肘子皮卷里我真上头啊！这放着葱花，放几块果子，无敌了。完最近市场上海鲜不好卖，300块钱捡了一只3斤多龙虾回来，还是脖子以下取肉，脖子以上猪肉。这个红的不知道是啥，我也没敢吃。这刷蒜蓉辣酱就行，虾参就1碰2了，这样吃着过瘾。这说实在话，确实比之前做龙虾蛋堡要好吃一点。问题谁能拒绝煎饼果里藏个大虾仁啊？咱说，来吧，吃香香了，都给头纱蒙上了。我奶也不认识谁是谁，就给插小旗儿。但今天其实我藏了300来个心眼呢，我留了个厨师自留菜。就东北人其实对煎饼没那么馋，但是对饼有无尽的向往。就在这饼上刷上咱们调的酱，多抓点土豆丝儿，再塞几块肘子肉。我跟你说，你就吃去吧。等夏天能出摊，我这饼我就卖7块钱一张。你吃上一口，你都恨不得回家取房本吧，赶紧回来买了，真太香了。我奶自从吃上了炒酸奶和蛋堡之后，就对这种没吃过的东西非常有兴趣。今天告诉不用炒菜了，再整点这样的小零食尝尝鲜儿。但是这2天对蛋堡念念不忘，做了一大锅。我奶现在早餐就是2蛋堡加1碗泡面粥，完还配了一个章鱼小丸子的盘。今天先浅做一下，给我奶尝着原味的。等过2天再给我奶来个肘子小丸子，还给我奶来了几个炸蛋，重点是给她配了一碗肘子老汤，这给我奶香的呀，3人扶着吃还吵着迷糊呢。还给我奶做了一个漏奶滑，这里边有炼乳、黄油、牛奶，贼香。最主要是切开这一下，我感觉特别爽。然后我就飘了，我寻做几个甜点。哈尔滨烘焙废物名不虚传啊，一个草莓瑞士卷，一个冰山熔岩巧克力，这卖上都不如条好狗啃的。但是反转来了，我烤出来一个堪称祖坟冒青烟的半熟芝士。我当然给自己磕一个了，我从来没烤过这么板着的半熟芝士。正当我准备给它拿出来好好照照相的时候，我俏流啊，反转又来了。我去，这么动啊都！完了，咋了？这是的。我当时心梗都犯了，要不是我弟想不起来120多少号，我现在就在医院了。完今天还给我奶买了几个大网红，我奶刚开始还不愿意吃呢，说这干巴水果有啥吃的呀？后来吃一块就上头了，恨不得一边打胰岛素一边吃。这玩意儿也没有刚开始卖那么贵了，我领完券买4盒才100块钱。然后最近不是疫情了吗？给奶买了好多零食，这一桌子点左下角就能盖同款。我奶说了，等这些吃完了，争取写个3000字的吃后感，挨个点评点评。今天没有主食，全是零食。完等我到我奶奶去的时候，她说想吃炒酸奶，让我俩炒一锅再走。等我奶说不明白这玩意儿叫啥，她说就是那个冰糕，俩拿刮刀腻出来那个。这么好看，你咋不吃呢？走吧，我这2天不能吃凉的，走吧。我奶头2天想尝尝炒酸奶，但这天也没卖的呀，我干脆整个机器回来。这是我们同学之前开店剩的，他干可赶上好时候了。那2年他一共才赔了4万多。完我跟他学了一下这个炒酸奶的技术，我发现啊，一杯完美的炒酸奶其实只需要3个步骤，就是扒了、切块、展示收款码。但我奶使现金，所以把前2个步骤整明白就行了。不过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技术活，就是得把这个酸奶抹平，这他妈特别像那个袜子刮腻子。所以我今天准备了2副铲子啊，一副是在厨具店买的，还有一副是在5金店买的。刚出锅，我奶就颤颤巍巍的端着小盘来了，一边说冰牙，一边让多来点。但我做这玩意儿不赶我弟利索，他处女座，要看着哪儿不平，他浑身不得劲儿。这敢讲话了，这不正是一个好袜子的基本素质吗？你看他整多板正，我一看这个行啊，我说以后这样，我和料你抹平，咱们是一套班子2副牌子，白天出大缸，晚上炒酸奶。哎，谁的园子也别想逃了我俩的兜。
先炒了一锅料的。我看这卖相开店有望啊，就准备再炒一锅草莓的。分工很明确，我调味，我弟炒制。但这锅有点太厚了，我说你慢慢炒吧，我先拆快递。前两天得物买了双 AJ， 咱说买鞋还得是得物，限量版都有货，完保真还打折。最近正好开学季活动，好多大牌的鞋、化妆品9块钱就能买，链接放评论区了。平常不舍得买的赶紧去淘它。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可以没有，但春天的第一双 AJ 谁也别落。然后为了欢迎这双 AJ， 我们又加了一层草莓。这回实在是太厚了，这个酸奶机已经冻不上它了。完没招了，就给它扣了个保温盖。这他妈属于是把酸奶机使成冰箱了。但是切的这个过程特别爽，因为草莓多呀，基本上每一块的横切面都有一个大草莓。然后盛的时候更爽，这在外面吃也不敢想啊，这一筐都是我的呀。这盒我要摆摊想斗胆卖10块钱。完今天还炒了点可乐冰沙，打算要摆摊的时候也一起卖，口号都想好了，可乐冰沙，可乐冰沙，1块钱一碗，5块钱仨。哎呀，奶破防了。咱奶早上来电话，假装跟我唠家常，但其实表达的就一个意思，就是不装了，摊牌了，肘子赶紧拿来吧。我呼俩肘子，一个白切蘸蒜酱吃，还有一个做了一锅肘子烩饭。哎呦，我跟我奶香迷糊了。我奶说他妈没白活呀，这饭算做我心窝里去了。头两天剩了半个瓠子，让我炒大果了，绝对不是黑暗料理，嘎嘎好吃。完了，给我爷炒了一盘海胆炒饭，还给他烤了几个头酥。因为以我对我奶的了解，他那盘烩饭我爷最多只能捞着一口。做了一个广式前老丈人教的豉油鸡，我跟你说，我实在太想他了，但花无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。他姑娘明确告诉过我，不要想跟他爸处成哥们儿，你明不明我说那意思？奶新换副假牙，炒盘鸡架给他缩了，完拿甜面酱炖了点牛肋条，留着下点红烧牛肉面。这个腰花啊，我建议你们一定去饭店吃。这点反正我连手带改刀整了1个多小时。我说除了我爷我奶，谁今天剩下我给你门牙薅掉了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炒架、酱鸡、护油、蛋饭、火腰、蒜虾、桃酥、红牛、排冬、煎黄、肘饭、肘蒜。今天还给奶带个营养套餐，正好最近识货 APP 有活动，囤了不少货。你像这麦片、黑芝麻糊、养生健康才10块一袋，这牛奶、酸奶1箱20来块起，还包邮，还有188福利，放评论区了啊！我劝你们火速掏它。我说奶，你不能老睁眼就吃肉，那牛奶麦片啥你也穿乎呀。奶说今天这饭吃太幸福了，一下让肘子给包围了。我爷说咱这么大岁数了，别老吃这么猛。我奶说你根本就不懂我。你爷爷是吃2口就吃饱了，我是吃饱了还想吃2口。我爷爷昨天参加老同事聚会去了，问我奶让他在饭店买的那个荷叶饼夹肉，这个你们有印象吗？就是很多什么私厨啊、小馆会卖这个菜，特别是老头老太太聚会的地方。但我爷爷不知道咋听的，给我奶买2张糖饼，他还问我奶呢，说你血糖那么高，要糖饼干啥呀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我奶当时别说血糖了，血压都上来了。我爷爷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颤颤巍巍的，言语当中透露着3分嘚瑟，说孙子开火吧，来活了。但是家里耳朵有毛病的不止我爷，我弟昨天把历史牙拔了，现在脸盘雀肿，眼眶雀青。我哥不知道咋听的，给做了一盘磨牙棒，我弟当时都懵了，说我他妈哪有牙可磨呀？后来我哥为了表示歉意，做了一碗波特丸子汤，我弟趁热喝了一口上牙糖烫2泡，这顿饭直接宣布少一副碗筷了。最近这个莓果提拉米苏太火了，我们村刚通网，我才刷着，但我们村快递有点太盛行了，我看人都手指饼干，我这个属于是断指提拉米苏。完新买个大铁锅，我跟我哥都贼兴奋，就这玩意儿做饭才有感觉呢。做了个钢烤大鹅，最后拌了个沙拉，这沙拉里头放点牛油果和卧龙坚果，非常增香。卧龙这大坚果吃着可太香了，嘎嘣脆，贼好吃，而且搭配的特别有营养。过年追剧看电影啥的吃可太合适了。我给我奶买了不少，那过年哪能没坚果呢？咱说，而且这都独立包装的，你放茶几上干干净净的，也不用收拾。但你瞅这俩小子抢的啊！我说你俩给我坚果吃没了，大年30你俩上我奶家给嗑核桃去。来吧，香香了，翻牌、合肉、粉蒸、蒸豆、沙拉、波子、梅酥、大豆、馍棒、卧煎。这个番茄排骨啊，纯素成菜，教程我打一下啊，但人和人口味不一样。我哥这种愿意吃点酸的，恨不得把盘都舔了。像不像肘子珍珠啊？我奶又在家给我爷开会呢，因为我奶让他上早市买3个山东包子，老头屁颠的拎回来3个3鲜包子。哎，吃没吃不知道，我爷这会儿肯定是在家罚站的。
其实我心里明镜呢，我爷就是买对了，回来也得挨说。因为我奶吃包有一个很大的忌口，包袱都整不了，就是它那个馅儿里吧，它忌素。揉面讲一个3光，叫盆光、手光、脸光。哎，整这点玩意儿，差点没他妈给我咳嗽吐了。给我奶清炖了一锅排骨玉米汤，还熬了一锅小鸡儿，还有我奶老让我爷去夜市买的无水蛋糕。我说爷，你这怎么早晚都有活呢？我爷说别他妈提了，退休30来年了，找到了上班的感觉。豉汁排骨忘放豆豉了，洋葱切多了就扒拉鸡蛋了。本来我还想做碗坛肉，但这功夫我爷来电话了，他说你俩快点过来吧，我这腿有点站不住了我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蒸排、溜尖儿、土豆、焦蛋、鸡骨条、平事包、排米屉。我坐下，我想起来蛋糕忘拿了呀。我说爷呀，没有谁会帮你一辈子，我帮得了你早晨，帮不了你晚上了。哎呀，我也记不住啊，我说的是山东包子还是3鲜包子，记不住就算了，咱就赖他。